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在今年跟去年，在一些赛制还有规则上，其实是进行了蛮大的一个变更。那今天这集呢，我也会为大家整理出来中职35到底进行了哪一些规则的更改。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那在看下去之前，台湾职棒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打得太久了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其实我们中职34年就是去年我们平均每一场打比赛时间大概是3个小时又22分钟，接近3个小时半，其实真的蛮久，然后看的也会蛮累的。那其实联盟秘书长杨清龙先生，他就有针对如何缩短比赛时间上面提出非常多重大的改革。首先是第一点，延长赛改为突破僵局制。棒球比赛一直以来都是打9局嘛，那9局如果还是平手没有分数状况下，那我们台湾之前的制度是不是我们就会打到12局？然后如果12局还是和局的话，大家平手回家做收。那今年我们改成，如果双方到9局还没有分出胜负的话，我们会从第10局开始，无人出局的状况下，将前一局最后一位出局的打者从2垒开始，然后进行比赛，这样其实是可以加快我们整个比赛节奏跟速度。但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我们还是一样有保留中职现有12局结束，双方依旧平手视为和局的这个制度。其实像在 MLB， 他们以前是没有这个制度的，他们是一定要打到有分出胜负为止，所以他们以前曾经最长延长到33局过。那其实这个制度的设立就会对于他们非常的有感，因为他们真的可以让大家早点回家。那其实今年加入的突破僵局制，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大的看点，原因是因为各球队在延长赛的时候，在一些布局上或是一些战术安排上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。那这当然也是要考验各个球队的教练团，所以这应该会是我们中职35蛮大的一个看点。那第二点改变呢，是我们投球时钟新增了投手垒上有人的一个时间限制。这个改革呢，重点就是我们要在垒上无人的时候20秒内需要进行投球，那垒上有人的时候25秒内你需要进行投球。那打者在剩余8秒内要进入打击区，那捕手呢在剩余9秒内要进入接捕区。那这项改革我觉得也很棒，原因是因为中职有一些投手就是他们的投球节奏比较慢。我先说，我没有觉得投球节奏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因为每个投手本来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投球节奏。那最有名的应该是我们乡长陈奕迅，大家也都知道嘛，他的投球节奏是稍微的偏慢。那增加了这项之后，我们就再也可以没有看到乡长的实话之术了。好，我们进影片。哇，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已经是李宗贤这边也很有耐心了。哇，现在是主审直接喊，现在陈宇轩好像不晓得这样讲合不合理，好像有一点跟主审有点赌气的味道，就不投了。再来第3点，新增投手退开投手板的次数。中职其实过去它并没有限制投手在投手过程中要退开投手板的次数。那今年呢，改成投手面对同一名打者，最多只能退开投手板3次。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退开投手板，原因是因为可能捕手跟投手之间的暗号还没有打好，或者是他可能想要休息一下，改变一下节奏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想要进行牵制。所以今年特别新增了这项规定，我相信一定也可以加快整个比赛的节奏。再来第4个，开放选手可以在比赛中使用 pitch cone。这边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pitch cone。pitch cone 是一个很小型的一个通讯装置，那它有一个发射器，还有2个接收器。那发射器呢，通常都是会安装在捕手的护腕上，那接收器呢就会安装在捕手的头盔或是投手的帽子内部。那 pitch cone 主要的发明呢，是为了有效减少投捕之间比暗号的一个时间。那只要利用这个 pitch cone， 捕手把球回传给投手的时候，捕手就能够开始按配球的按钮了。那投手可能在还没有回到投手丘的时候，就已经可以接收到暗号，下一球准备要投射。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pitch cone，pitch cone 绝对可以加速投手还有捕手在沟通暗号时的一个速度。那 MLB 呢，其实在2022年就有开放各个球团使用 pitch cone 了，所以我们很常会看到投手在摸帽子，或者是捕手在按护腕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利用 pitch cone 的方式，然后再传递暗号。但我自己认为，其实中职如果要使用 pitch cone 的话，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啦啦队的应援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声。可如果今天投手要听那个暗号，可能要听很久，或是可能会因为啦啦队应援的声音，然后听不清楚。所以我觉得在台湾使用 pitch cone 可能会有一些执行上的困难。再来第5点，新增重播辅助判决项目。那本季呢，新增了4项可以挑战的种类。第一个是击出球触碰到跑者或是裁判。第2个是打者挥棒落空是否击中捕手。第3个是打者抛棒是否击中捕手。第4个是观众妨碍比赛。
来第6点，补赛可登录的球员人数增加。那中职现有制度啊，其实通常都只会安排在周一进行比赛。那单一球队的登录人数从原本的27人增加1个，改为28人。所以今年全面开放各队补赛的时候，都可以登录28个人进行使用。那以上这6点就是我们中职35年新的一个制度的变化。那我自己觉得整体来说一定是好的啊。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，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比赛真的打太久。那其实，在各个国际比赛上，其实也一直都有在使用投球时钟 （pitch clock），然后还有突破僵局制。所以其实中职是循序渐进，是有在跟国际进行一个接轨。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绝对是好的。那其实我相信这些制度的改革，一定也会对今年的比赛产生了一些化学效应、一些变化。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喜欢的话，一定也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也非常欢迎你留言对于中职规则更改的一个看法。那如果有想看我做什么其他主题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